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扭转乾坤，一个通往马股大门的频道。阅股无数，通晓股市里的点点滴滴，就从这里开始。上一支影片，小编我分享了马股今年上半年的表现，并且也预测了2021年下半年到底会是个怎么样的走势，和到底有哪一些领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那么今天小编我将会来跟进一家之前和大家分享过的一家喷雾剂公司，并看看他们最近的企业活动和扩张上的进度。而且在这支影片里也有幸的邀请到他们的管理层来为大家分享他们对自己产品的未来期望，所以记得看到最后哦。那么开始前，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们记得订阅、点赞，并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哦。那么相信有看我们影片的观众应该都知道小编我在说哪一家公司了吧？没有错，就是在疫情之下依然保持高营业额，并且每个季度似乎都是接近100%产能生产产品的公司 DBI Holdings。 而且在近期他们也宣布了 bonus issue。 至于不了解他们业务的朋友们，可以倒回之前的 DBIH 影片了解更多哦。那么话不多说，我们马上来看他们这个季度的业绩表现。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DBI Holdings 在这个季度对比去年同个季度的表现是相当亮眼的。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这个季度的收入是 14.6 个 million， 比起去年同个季度的 6.9 个 million 是提高了 7.7 个 million， 也就是 109%。 而盈利方面则是从去年同个季度的 0.7 个 million提高到了2个 million， 也就是增加了 1.3 个 million， 179.4%。 至于盈利率方面，也从去年同个季度的 10.4% 提高到了 13.9%。 此外，我们也来看看他们历年来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从2019年到2021年 DBI Holding 的盈利都不断在成长，从2019年的 6.4 个 million 再到2021年的 11.9 个 million， 3年一共增长了 85%。 但是如果对比前个季度的话，盈利是稍微下跌的，而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在最新这个季度中，他们的工厂与客户都受到了政府反反复复的 MCO 封锁令所影响。但是纵观以往的年份，其实 DBI Holdings 的产品销售价格是有所提升，而且成本是有所下降的。那么看完了他们季度报告之后，我们就来了解他们这一次的 bonus issue 红股配发。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的 DBI Holdings 的红股配发是以1对2的形式发行，也就是说只要你手上持有2张 DBI Holdings 的母股，直到8月6日，也就是红股除权日 X Day， 你就将获得 DBI Holdings 一张免费的红股。而这一次他们也将会派发出243个 million 的红股，而红股发行后，股票的总数量也将会达到730个 million 张股票。但是公司的市值在红股发行前和红股发行后将保持不变，只有股价会受到调整。那他们的 bonus issue circular 也有写到，如果假设 X Day 前一天，也就是8月5号的股票币市价是61 cent， 那么第二天 X Day 的股价将会调整到 40.7 cent。 之后 DBI Holdings 也表示，这一次的红股发行主要的目的是：第一，为了感谢支持他们的投资者，让他们有更多的参与股票数量；第二，则是增加他们的股票流通量，以让更多的投资者有机会以负担得起的价格参与他们的股票交易。此外，公司也表示，这一次的红股派送计划将会在2021年8月11日完成。那么派发红股虽然是对小股东们的奖励，但是当然也不排除因为红股所增加的流通量将会导致 DBI Holdings 的股票在除权日后的短期内造成一些卖压或者抛售，所以这也是短期投资者要注意的事项。那么之后，除了红股这一颗糖果， DBI Holdings 在最新的季报中也宣布派发第4次 1.09 个 million 的中期股息，也就是全年累计为1 cent 的股息。这是在一家扩张性公司中少见的行为，不仅在扩张与增加市场份额的同时，也照顾到股东的利益。此外， DBI Holdings 的派息率也可谓说是相当的高，而且历年都在增长，从2019年的 30.4% 和2020年的 32.2% 到今年2021年的 44.1%。由此可见，每年都在逐渐增长。相信在未来扩张完成之后，如果派息率依旧保持不变，盈利的增长也将进一步把所派的股息提高，可谓是疫情中少有的良心企业。那么说到他们的扩张，我们就来看看在这个季度 DBI Holdings 又做出了哪一些进展。首先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在网络大时代，而且疫情导致的全民网购热潮， DBIH 也顺势加入了行列，进军网络。这也证明了他们跟上潮流，
流、与时并进的管理层。从这里我们看到，他们如今已经进入了阿里巴巴的 B2B 平台，以扩张他们的销售网络。此外，他们也开创了 Facebook Page、DBI Anchor Spray Paint， 以贴近网购热潮。而且他们在 Shopee 的 DBI BackTX Official Store 和 Instagram 的 DBI BackTX 页面，则主打在疫情期间最热销的 BackTX 消毒剂，不仅有品牌保证，而且价格亲民。不仅如此，他们也开设了自己的 YouTube 频道和 LinkedIn 户口，以拉近他们与投资者与企业之间的距离。由此可见，这样的网络营销，再加上他们加强的实体广告营销，这也将会内外兼施的把 DBI Holdings 的品牌推向更高峰。此外，从以往来看 ，DBI 其实只需要依靠他们优越的品质和良好的口碑，并不需要做推销。但是这一次的疫情也迫使他们进军网络大数据的市场，可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此外，这一次 DBI Holdings 的管理层在转变营销流程的能力，也显示出了 DBI 品牌所代表的精神，也就是 Dynamic 动力、Progressive 渐进式和 Innovative 创新的方式来营销他们的产品，而不是单单只依靠传统的营销方式。那么，如果想要到他们网站观光的朋友们，或者是想要找他们合作的企业，所有的连接都能在影片下方的留言区找到哦。那了解了他们的营销扩张，我们就来看看他们的产能扩张又是有怎么样的表现。毕竟大家都知道，他们每个季度的产能都是接近封顶的，基本上是供不应求。所以在之前的影片也有跟大家讲解到，他们是在进行着产能扩张，从每年的 9.7 个 million 罐提高到了20个 million 罐的产能。如果要了解扩张详情，也能到之前的影片了解哦。那么我们就来看看他们这一次的扩张到底进行到如何。我们可以把他们的扩张主要分为3个部分来讲解。首先，第一就是这一家 A 工厂，也就是他们正在进行扩张的工厂。一旦扩张完毕，将会提供高达14000方尺的工地，并且可容纳成为他们新的储藏室，以让他们未来增加产能之后，可以储存更多的新货品。而且 DBI Holdings 的管理层也表示，如果在 MCO 没有再度延长的情况下，预计 A 工厂将在今年底投入运作，相信这也是投资者喜闻乐见的。那么第二就是他们生产油漆的工厂，管理层表示，如今在 A 工厂的涂料搅拌生产线已经在运作生产，一旦 B 工厂能投入运作，他们将会把 A 工厂涂料搅拌生产线转移到 B 工厂内，这也将给予他们更多的空间，并且设立更多的涂料搅拌生产线。那么至于第三，就是他们的新工厂，也就是现在大家在图片上看到的 C 工厂。这一家工厂的占地将会是132000方尺，也是大家最期待的工厂扩张。如今这一家工厂的地基工程已经完成了88%，一旦完工，这一家工厂将会再为 DBI Holdings 添加4条自动化喷雾剂生产线、绿化产品生产线、新产品的储藏室和办公室。这里管理层预计 C 工厂将会比预期的2024年完工来得早，但是由于疫情的肆虐，加上马来西亚反复无常的 MCO 封锁令，所以这也添加了工厂完工的不确定性。从这几点我们可以看到 DBI Holdings 的扩张是如火如荼的进行着，以满足他们庞大的订单需求。此外，我们也能看到亚太地区的喷雾剂市场的 CAGR Compounded Annual Growth Rate 年度复合增长率也在以每年5%以上的速度增长，所以相信未来的需求还会陆续有来。那之后看完了他们外在的扩张，我们也要看一家公司的内在，因为一间公司的成功与否往往取决于公司掌门人的决策。所以接下来的影片将会是关于 DBI Holdings 的灵魂人物 Mr. Peter Chai 的一生如何从一位咖啡店清洁工逆袭成为如今 DBI Holdings 的掌门人。 Every job is an opportunity to learn something new. Peter was born in 1945 in Malaysia. He started his working life as a coffee shop cleaner 60 years ago. He also worked as a bar cashier, barber, clerk in the timber company, salesman selling building materials, and later as a building contractor. It was these jobs that opened his eyes to how business is done. Then he began venturing into business and built houses for sale. In 1969, Peter worked as a paint salesman in Kuching, where he was later promoted to a sales manager and transferred to Sabah. He then moved to Medan, followed by Jakarta, Indonesia, where he became the general manager for a paint marketing department. He then served as a general manager for marketing at a packaging manufacturer.
Peter moved back to Malaysia after spending 6 years in Jakarta. In 1980, Peter invested in a chemical solvents and coatings company in Malaysia and became the managing director and shareholder of the company. He then formed DPI, which stands for Dynamic Progressive Innovative, in 1985. Under his leadership, DPI expanded this business from Malaysia to Asia Pacific, Iran, and Pakistan in 10 years. 2019, the year that Peter will never forget. With the support of 150 local staff, Peter successfully listed one of his aerosol manufacturing businesses in Malaysia on Bursa Malaysia's ACE market. Every job is opportunity to learn. Every opportunity to learn gives chance to improve ourselves. As entrepreneurs, we need to consistently improve and upgrade ourselves. We need to build networking and relationship. We talk to them and understand the market needs. And from there, we analyze the potential opportunity, identify business risks to come out with a strategy planning for the business, to give us a better chances to the business. Building a successful business is marathon. 看完之后，你们是否觉得从 Mr. Peter Chai 身上有很多当代年轻人可以学习的地方呢？不辞劳苦，精益求精，勇于创新，最后功夫不负有心人，苦尽甘来。接下来我们也有幸采访了 DBI Holdings 的副董事总经理 Adam Chai， 也就是第二代的领导人，为大家讲述 DBI Holdings 这一家公司品牌的展望。嗨，大家好，我是 Adam Chai， 我是 DBI 的副董事总经理。那我们 DBI 呢是一家有40年历史的一个气雾机公司。可能你们很多人没有用过制喷器Aerosol Spray Paint， 可是如果你们去到大多数的这个五金店或者是这个摩托店，你们都可以看得到 Anchor 这个老牌子这个制喷器，这是我们多年来建立的一个自主品牌。那开创这间公司的人呢，就是我父亲，他是一个对生意很有热忱、很严肃、很传统的商人。纵使我们在许多国家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生意，可是我们经营的这个原则都是一个很重要，就是以信誉当先的一个原则。说出来是很简单，可是如果真的要做出来的这个产品行不行，信不信得过，每一样都需要有一个时间的考量，你才觉得这个产品到底是有信誉、信得过、好用还是不好用。那我们就经过了这40年的这个时间的一个考量，而且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40年来，我们在要做出一个好的产品，我们无论是待人处事对供应商也好，对经销商也好，对用户也好，我们的品质监管样样我们都要坚守到位，才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成果。那我们也是凭着这样子的一个信誉，在亚太区有许多日本澳洲新西兰的一些国际气雾机公司的这些品牌，建立了这个10多年的这个合作的这个关系。那2019年呢，我们终于在马来西亚的这个 ACE Market 上市，我们就从一个家族生意变成了一个上市企业。有很多人问我，身为第二代的这继承人，你们想要做一些什么？或者就问我你想做一些什么，你还想怎么样？那我们公司又没有这个负债，业务的话也一直增长，那其实你还想做一些什么？那对我来说的话，我的答案很简单，一个品牌要维持一个40年不好不容易，可是真正的难是要让这个品牌可以长存100年。好的东西要怎么样子传承下去，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华人这个传统文化还有中小企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所以我希望这个品牌可以变成一个100年的老字号，这个是我的愿望。就像这些很像国际的这个跨国食品企业，好像 Nestle 或者是 Coca-Cola， 这些都是已经是保存了100多年的历史的一些公司，这些企业如果要让这个品牌可以去到另外一个国际平台的一个领域，未来这间公司就要像很多大多数这个跨国公司一样，由专业的这个全职经理人管理。我们需要用这个上市的这个平台，将所有公司的制度系统化，然后再将运作和业务数码化，同时在亚太区发展一系列的这些发展计划收购并购不一样的发展计划，所以巩固这个品牌，让它可以发展到另外一个层次。尽管有一天我们的家族就算不再是在领导这间公司的话， DPI 也能够有一个完整很扎实的一个管理系统，管理人员可以把这个品牌带到另外一个层次，也可以发展成具有一个100年历史可继续的一个商业集团。只要我们这个品牌可以永远留存下去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就已经是完成一个很好的一个梦想。
DPI 代表着 Dynamic Progressive Innovative 这3样很重要发展的要素。我说这个中文名字啊，我们是叫做永进控股集团，就是永远向前迈进，永远进步。只要是这样意念一直存在的话，那不管是我们以后未来的这个发展是怎么样子的话，我觉得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将来。影片之后，投资者也更加了解 DBI Holdings 这一家公司的意义和未来的发展方向。那么大家是否喜欢这一类勇于创新，并且在不断扩张之余，还时时记得以派发股息和配发红股回馈股东的公司呢？欢迎到留言区发表您的高见哦。影片的最后也要提醒大家，有些故事用于赞颂，有些用于警戒，自我判断能力很重要，请大家三思而后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一起学习，下期更精彩，请敬请期待，谢谢大家的收看。